有人死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，罗小刀？我梦到有人死了。力宝入境了，他是来找我报仇的。你害怕了？猎豹，我输给过猎豹2次，他抢走了我最重要的人，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杀了他们，我没有任何办法。我感觉我什么都做不到，当时。我好像没有见到他，我就已经怕了。他是我的心魔。我也有过心魔，心魔既是魔障，破了便是。师父有句话，送给你：魔障任途，走一遭去。我陪你。师父，喝茶了。师父，请喝茶。起来吧，跪着怪累的。紧张，我也紧张。师父，您想我了没呀？你要是想我，我就想你；你要是不想我，我也没时间惦记你。听说你这次回来，给我带了个徒孙，是哪位呀？弟子参见太师傅。参什么见？我这儿没这个大礼。他叫曹延华，我收了他做徒弟。但是师傅，您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，就算了。他有什么好处？他呀，他挺憨厚可爱的，也知错能改，古道热肠，做事一股子冲劲儿。你这辈子做过什么损人害人的事儿吗？做过什么就说。我在婺江偷过东西，这事儿我不能瞒您。我知道您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偷。当初我大师伯就是因为偷东西让您大折2条腿的，是吧？就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我认为应当这样，这是为咱好。
拆个包裹就那么开心啊？啊！拆会计的快乐你不懂。我知道擦桌子快乐。哎，这快递单号呢？这能是快递吗？谁送的啊？匿名的，不会是爱慕者送的吧？我早上看放门口没注意到。趴在窗外那么久，累坏了吧？手上有刚洗过的草莓，吃了缓缓，别克强。李叔，催眠挺管用的，画像画出来了。是吗？这就是那个罗任跟落马湖案凶手是一伙的。他年纪也不大呀，这案子都过去20多年了，说不定是凶手他儿子呢。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啊？这个罗任真的很可疑。我在那个乌江的时候，他就跟踪我，后来又买通陈春娇截胡消息，那现在又跟到丽溪来，总不能是来旅游的吧？我关心老师家的案子是人之常情，就为这个，他们跑来对付我，这不至于。红姨，别装了，我都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什么恩师？你是李教授的女儿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这很难吗？我看了李坦钱包里的照片，那李亚青的照片跟你一模一样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再一打听，李教授家本来就有一对双胞胎，其中一个2岁多被拐了，那被拐的是不是就是你？长大后回家寻亲，发现家里出了事情，所以一直追查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有什么好瞒的呀？真是太见外了。你这个小机灵鬼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不过呢，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挺严重的。你想啊，凶手犯过那么多案子，都是灭门的，我觉得他多少心里有点变态。他会不会发现你是漏网之鱼，觉得自己当年的事情没有做干净，想完善一下？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人都找来了，防是防不住的吧？怎么防不住？这事在人为，说不定我能揪住他，把他送去法办呢。以后每晚都要检查安保，可不能掉以轻心。哎呀，谁呀？大晚上还打电话？喂，你好。喂，今晚不会来了，早点睡，明天见。太嚣张了吧！明天见，你都有吃素的呀，明天见。没本事的人才虚张声势，哼，等着你来。大姐，我问一下，叫谁呢？黄大海。对不住，帅哥，问一下，木代住这儿吗？木代，你找他？你怎么来这儿了？看看你，呀，你这咋了？还挂彩了？你是不是偷东西让人给逮着了？被打了吧？你
瞧，你真冤死我了！我这才叫一言难尽。就跟我一块玩那几个孙子啊，太不规矩了，非要在医院里头出活，还专挑老头老太太下手。那老头老太太，你说他那钱是什么钱？那钱是拿来救命的，偷人家那这丧良心啊！我赶紧给拦了，这帮人不干，还要揍我。我不信，你良心这么好啊？真事儿啊，我能惯上他们吗？直接就跟他们滚起来了，身大力不亏啊。就是滚的动静太大，把警察给招来。穆代，这位就是你外地来的朋友。他叫曹延华，这我红姨。姨，你好。您好。那位是张叔。姨夫。啊？您好。不是，他是帮忙的。这13000。哎，这见过。哎，对。你的住处定了吗？他还没定呢吧？你是不是没定呢？没呢。这样吧，别费那个钱了。我记得13000房间是高地铺是吧？你那上铺是不是空着呢？老板娘，我来安排。咱们啊，聚散随缘酒吧，相逢即是缘。好话。嘿，刚我没听清楚，您是叫曹？我曹延华啊，我曹兄。听着像骂人。我三兄。哎，对。哎，曹兄，要是咱在门口的地板上用黄金镶出一个豆子，你觉得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日进斗金。哎呦，就是啊，吉祥话。你们俩真的是，曹延华，你给我回来。穆大，曹先生远来是客，你得客气一点。看你那凶巴巴的样子。啊，靠窗那桌刚进来的，赶紧给人家点单去。你教着点我。哎，我试试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您喝点什么？有什么推荐吗？如果您喜欢喝鸡尾酒的话，152轰炸机还不错，曼哈顿也不错，口感就……你刚刚推荐那几款酒，口感怎么样？我们换个地方说话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来喝酒的，不是来跟你说话的。别想动我红姨。老板娘，红姨，他是罗润。霍总是吧？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叫罗润。咱们曾经是邻居。邻居？你忘了吗？我家住在落马湖城前巷11号。我记得有一年下大雨，你家漏水，我爸还帮你修过雨棚呢。我想起来了，都长这么大了，差点没认出你来。怎么样，你爸还好吗？我爸？对，你爸。挺好的。那就好，我请你喝一杯吧。好啊。红姨，担心什么？没事的，我们就在那边。走。真是邻居。你怎么一个人来的？难道我应该成群结伙的来？你不是还有一个同伴吗？同伴？小商河，半夜羊汤，你还为了你的同伴打晕了李坦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他怎么没有来？你好像很期待他过来啊。他还没死吗？
活得挺好。他还真能活。你知道落马湖案的真凶是谁，对吧？你也不是真正的火子后。红姨，你没事吧？你没有伤着？哦，我没事儿。穆代，我感觉有7、8分像了。这2天，我打算把杂货店转手，钱一到位，我就带着画像去小商河，大不了见人就问，我还就不信了，揪不出这个人。很会选地方，内外都有摄像头，人也很多，很懂得保护自己。放心，没动过手脚。无功不受禄，不受你东西。草莓我也没吃，扔了。穆代，其实我对你印象挺好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想知道。你功夫好，但下手知轻重，有预定，跟你打交道不累。你刀都架我脖子上了，还夸我武功好，讽刺我呢吧？说真的，我能看得出来，你有非常扎实的传统武术功底。如果较真起来的话，我应该不是你的对手。我也能看得出来，你走格斗路数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无所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你是来谈落马湖的案子的吗？那我有个要求。你说。有2种人会对落马湖这个案子保持关注：基友和凶手。3路人朝万烽火买消息，我弘毅和李坦是基友。你呢？你对我弘毅挺了解的吧？李坦你也挺熟的吧？你找我聊可以，那你要我们全盘托出，你自己藏着掖着的，不太好吧？我很忙哦，
你要不说，我可走了。你父母和你妹妹？男的是我叔叔，我叔叔叫罗文淼，是个历史学家。叔母去世之后，他为了专心研究地狱史，带着女儿娉婷搬到了小长河。大概2年前，叔叔忽然失踪了，娉婷报了警，我也帮忙回来找。可没过多久，叔叔突然自己回来了。叔叔，爸，没事吧？没事。问他去了哪儿，他说是龙马湖。叔叔经常去外地出差，做学术拜访，我就没在意。可当天晚上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。叔叔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都几点了？叔叔，多人，不要让我去杀人，把我关起来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一直追问，可他却表现得像是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，就好像跟我开了个恶意的玩笑。可能是正因为印象太深刻了，我一直有所防备，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反锁大门。叔叔，我进来了。白天叔叔外出的时候，我也尽量跟着。这是在干嘛？后来几天都很平静，我就放宽了心。可没想到，老小道，快醒醒，醒醒！我爸他不见了。你不是反锁大门了吗？翻墙走的。你相信吗？我叔叔50多岁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连自行车都骑不好。他居然能翻过4米多高的围墙，而且我觉得那个人满头白发，应该好对付。可我没想到，他力气如此的大。我立刻追出去，途经一条小巷，巷子里有一户着火了，里面有人在厮打。你去看了？屋里的景象很惨。李坦是不是也在啊？刚开始我以为李坦是凶手，因为我进去的时候看到他正掐着我叔叔的脖子。你知道的，有的时候你只是看到一个画面，并不是真相，但你会仓促下结论。我知道。当时我把李坦给打晕了，叔叔就在这个时候跑了。我看到他的眼神，那种嗜血的眼神，我立刻明白是我搞错了，我叔叔才是凶手。当我追出去之后，看到他的速度和力量，那根本不是我叔叔，可他确实是我叔叔。
后来呢？罗小刀，我爸他怎么了？叔叔，你是不是杀人了？啊！说话，老人，不要让我出去。平平，把绳子拿来，快！我把叔叔绑起来，先去找泥潭，他是现场唯一的目击者。我得问清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刚发生了什么事儿？谁杀的人？抓住了，终于抓住了，抓住了！说什么？月清，终于抓住了！你说清楚！我送你的山里。我赶着送李坦去医院，于是把叔叔反锁在书房里面，吩咐娉婷等我回来商量。伊坦误会大了，回去我跟他解释解释。我以为把人绑上，反锁在书房里面，双重保险，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我已经尽最大速度赶回来了。可没想到，叔叔死了。娉婷，娉婷疯了。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也许他听说我要报警，赶紧把叔叔放了出来。可法医鉴定，叔叔是自杀。那娉婷为什么会疯呢？就算目睹叔叔自杀，至于被吓疯了，直到我见到了曾春娇，了解到柳树海当时发生的情形，我才意识到，娉婷也许经历了同样可怕的事情。整件事情都太诡异了。我从这个案子开始回溯，从李坦开始查，知道了落马湖案。但落马湖案的真凶绝对不是我叔叔，他那个时候还在国外求学。后来了解到了有霍子红这号人物，然后我整合我所能寻求的一切线索。如果这是一场大戏，现在整个戏言都在霍子红一个人身上。陆丹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我红姨不可能是凶手。他也许不是凶手，但他一定知道凶手是谁。那你有什么证据？你还记不记得昨晚我们在后面聊了一会儿，他上来就问道：“他没一起来吗？”那个他是我叔叔，我叔叔当时就已经死了，一个死了的人，怎么可能做到一起来呢？他还没死吗？活得挺好。他还真能活。我意识到，我们在鸡同鸭讲。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情，但聊的不是同一个人。他说的不是我叔叔，而是真正的凶手。他的语气让我觉得，他跟凶手打过交道。于是我扎了他一下。你知道落马湖案的真凶是谁？你也不是真正的霍子红。接下来他什么反应，你也看到了。
教你什么了？张光华。张光华谁？张光华是我红衣在万烽火那儿背的第2个案子，他也是落马湖人，而且之前跟李亚青住过同一栋楼。后来，落马湖的案子发生不久，他就失踪了。再后来，他的贴身物件被发现在大通的颐和滩那儿，好像人是遇难了。大通。大通。地名怎么这么熟啊？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。刘书海翻车落水的地方。对，就在大通。对。红衣把张光华的资料放哪儿了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一下午也没见到木袋了。行，那你再找找吧啊，哎。哎，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啊，红衣。来啦！我这个，最近发生太多事儿了，我想祈祷一下，保佑咱们酒吧平平安安的。红衣，你都来了，那你来吧。好了。你也不用为黎探感到难过，爱或者不爱掩饰不了，他总会知道真相，他也有权知道。事情好像真相大白了，但是又云里雾里的，好像对娉婷也没什么帮助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呀？追杀不一定有结果，结果不一定让人满意。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我想，我也该回小山河了。也好。你陪在娉婷身边比较稳妥。很高兴认识你，下次见。木旦，说出埋藏心里多年的秘密，整个人都轻松了。可一想到，因为我的懦弱和逃避，让那么多人陷入不幸，甚至蹉跎半生，又为这份轻松感到羞愧。红衣决定回一趟落马湖，把未尽的事做完。不用为我担心，
我会照顾好自己，也应当有这份勇气，直面过往、当下以及未来。红姨也不让我去找他，洛人还不回消息。为什么还不给我回消息？我上下情报。喂，喂，罗刃。不好意思啊，回来之后一直忙聘婷的事情，没太注意手机信息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聘婷怎么样了？不太好，昨天晚上差点把护栏给掰掉，想逃出去。啊，那么大力气啊！和我叔叔当年一样，身体机能远超常人。好在白天都没什么事情，但是一到了晚上，举止就会变得奇怪。护士刚给他打了镇静剂，现在应该没事了，护栏也加固了。那总是打药会不会身体吃不消啊？是啊，不是长久之计。但现在除了守着他，我也没有其他办法。那怎么办呀？身体有变化，像变了个人似的，是挺像被附身了。喂，万叔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穆代。哎，记得，穆小姐。哎，先说规矩啊，在我这儿拿信息得先付钱。不是万叔，这年头客户最重要，是不是？那我红衣是你忠实客户不是？我是不是你潜在客户？那我将来还能给你介绍客户，是不是？那面对我这个大客户，你要留住我，是不是跟我聊聊，提供点免费服务？这不应该吗？应该的。穆小姐说的极是。行。今天想跟万叔聊点什么呢？就是你不是经手过落马湖那个案子吗？你也知道这个案子疑点重重，古里古怪的。我就是想说，万叔你人脉广，有没有认识那种比较靠谱的，比如说研究什么超自然现象的专家之类的？我是想着遇事儿找专家嘛，是吧？喂，万叔，你还在不在啊？棍说，这个人呢叫沈木坤，他是个超自然现象研究专家，对古神秘学和外星人也很感兴趣。江湖人称棍哥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古籍看的是一麻袋一麻袋的，
总之就是个杂家。你问的这个事儿，问他总没错。喂，喂，沈先生，棍叔，你好，我是万烽火的朋友，我叫穆代。哦，小万万介绍的。啊，他跟我说过了。哎呀，这个小万万真是的，我最近忙着写书。那个，既然是他朋友，给你5分钟。说。好，是这样的，我想请问您在平时的研究里有没有遇到过那种，就是一个人被某种力量控制，继而做那些违背自己意愿的坏事，然后这种力量还可以离体再去祸害别人。这个描述的很模糊啊。可能我表达有点欠缺吧。我跟你说，你呢要问我问题，要5个确定的啥人、啥事儿、啥时间、啥地点，有啥与众不同。事情是这样的。刚才说人皮。对，他们每个人身上都缺了一块人皮，还挺方正的。方正？有多方多正啊？有尺寸吗？有，我看一下啊，长23.5厘米，宽5厘米。这不方也不正啊，这是个长条，这个尺寸很特别，指向性非常强。很特别？一看你这个反应啊，你平时你根本就不读书，你根本也不去了解历史，对吧？古代简牍的尺寸呢，它是有规定的，长约1尺。那按照当时的度量，现在换算的话，大约就是23.5厘米，23.5乘以5，那是所有木简的常见尺寸。你刚才说那种力量，它可以改变人心，然后让人违心的去做一些坏事儿。对，改变人的想法，让人违心的去做坏事。23.5乘以5，这故事我听过，我还记过，对，但是我这个脑子一下调不到那个频道，我得看一下笔记。你稍微等我一下。小口袋。我叫穆代。对呀，所以你叫小口袋呀。如果他跟你聊的时候给你起的昵称，就代表他真的把你当朋友看待了。真正，依木而生，寄于人身，改变人心，心变则行恶，故曰心简。心简。让我们开始吧。你是说，叫神棍的那个人听说过这个东西？他在10多年前的笔记上翻到了记录。行装对上了，描述的也很像。哎，他是从什么地方，从什么人口中知道的这个东西啊？好像是这。我找到，一定出事了！哎呦，这好好的灯怎么砸下来了？偏停了！快把药箱拿来，罗小刀，快呀！哎呀，偏停！
罗小刀，罗小刀，哎，罗小刀，你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喂，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哦，没事，刚平宁摔了一跤，郑伯吓到了。夏老板娘干嘛呢？你声音怎么听着那么远啊？哦，那我近一点。你真没事吗？没事。哎，对了，你刚才说神棍还提到了什么？暂时没别的，这些是他10多年前在北方一带游历时听到的，算是民间传说吧。啊，资料有限。哎，愣着干什么？血都快流干了。你这样处理方法不行的。你不行，拿杯水。啊，行，拿去。哎呀，口子那么深，这就是感染了怎么办呢？你受伤了，严重吗？没事，皮外伤而已，是我大意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不是曹兄啊，这生活如此美好，你为何在这叹气呢？追梦路上的坎坷你不懂，人都说山不向我走来，我便向山走去。这好，山安了轱辘跑了。小商河离咱们这儿这么远，那罗什么家里那点破事儿，还得小老板娘亲自去。我要在啊，肯定不会让他自己去。去也得跟个人去啊！真，哎呀，可怜。张叔，您去过小商河吗？没有啊，没去过就对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那地方特别的危险，必须得有人陪同。干嘛你去过？我当然去过了。还有那个叫什么罗任的，道貌岸然，伪君子，连曹胖胖都说他是个跟踪狂。这种人你能信？有这事儿啊？不是，也可能是一误会，因为什么？我还告诉你啊，小老板娘那人她脾气倔，那电话里边叫不回来，那怎么办呢？只能派一个有勇有谋的人过去接应一下了。张叔，这老板娘把他托付给你，要是他出了任何的问题，张叔你这难辞其咎啊！是得找个可靠的人过去。找谁呢？你别在我眼巴前晃悠了，行吗？我瞅着你都虚。我算是瞧出来了，你纯粹是为了逃避劳动，借着开张叔的油享自己的福。我告诉你呀，这打工人想偷个懒也正常，难道你想劳动啊？啊？哎，说真的，你会去看墓袋吗？我去啊，我怎么不去啊？我去拍个照，打个卡就行。嘿嘿。哎，对了，你跟我一块儿去呗。我干嘛去？人张叔只答应给你包食宿，没有我的份儿。这我包吃包住，你就蹭吃蹭住呀，你自己带个路费就行了。拉倒吧，你就是嫌一人玩没劲，拉我过去当伴游。哎，你这可是恶意揣测我了啊！我可是真的是为你着想的。你想想，你不是要拜师吗？啊，这山不向你而来，你便向山而行。那山你离远去，你便追着山跑。你不远万里跑去小山河，多心诚啊！那再无情的师傅都会被你感动了。说下去。我再说，那毒妇万一真有个三长两短，你直接表演一个从天而降，救他于水火之中，
那怎么办？那还不得哭着求你，曹云华，你是我的好徒弟啊！13000，虽然你在说这套言论的时候表现得非常膈应人，但是不得不说，嘿嘿，人才。那怎么着？吃脸上了，哼，慢点吃啊。你先去吃饭吧，我替你一会儿。你行吗？你这儿？放心，休息得很好，恢复得也差不多了。行。哎，你嘴唇裂了。喝水有点少了。别舔。越舔越干，喝水也没用。是吗？你带唇膏了吗？我走得急。好。你先用我的吧，待会儿我给你去买。谢谢。等一下。啊，我不介意的。好了。谢谢。那我先去吃饭了。哦，陆太，来，吃饭，请坐，请坐。谢谢。哎呀，谢谢。这2天可多亏了你。你可不知道前2天那简直是一团糟啊！哎，罗仁在楼上呢。他看着娉婷吃饭呢。他俩兄妹感情真好。那当然了。哎，你不知道，罗仁刚到罗家的时候，范宁不爱说话。那娉婷呢，就像个小尾巴似的，他走到哪儿，他就跟到哪儿。哎，来喝点汤。谢谢郑伯。后来呢，罗仁走了，不住这儿了，但是他们俩的情分没变啊。有一度我跟他叔叔还想撮合他们俩呢，哎，没想到竟然发生这档子事儿啊！撮合他俩？他们不是兄妹吗？哎呦，同姓没有血缘关系，哎，叫兄妹啊，那只是随口一叫而已，随口一叫。吃吧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是来帮忙的，知道吗？人罗任、娉婷郎才女貌的在一起多好啊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瞧你这人，老实做事，听到没有？别想东想西的。没喝的了，别找了。哎，小楼盖的真不错啊，是不是？等啊，等，我觉得是那儿，这边再走就偏了。你看那箭头，
不是？是，再往前走过折了。走。就这儿，只能是这儿了。我给张叔先打个卡。连个门铃都没有。哎，我看不见，你往那边点。在哪家？看见人没有？哎，我看见了。咱们这算不算私闯民宅啊？我也没闯进去，我这顶多就私看。说的也是。哎，有什么发现？没看见什么呀？你瞎呀？哎，我看见一木条封起来的窗户，封住的。对。哎，那木条那缝里边有个女人，那女的是木代啊？不是，肯定不是小老板娘。哎，你说会不会是那种电影里面演的那种囚禁少女？你赶紧下来，咱们报个警。哎，别，咱们都还没看清楚呢。要是弄出乌龙来了，那小老板娘还在里边，你还要不要当徒弟了？我还要不要活了？说的也是啊。那你继续观察，争取看出点有用信息。哎，我看见那悍马了。废话，罗忍呢？木代。哎，来了。怎么事啊？还看啥？如果没看错，这俩哥们儿是你店里的吧？我还看见监控。别客气，随便坐。哎。没事儿，喝点水吧。说吧，来干什么来了？小老板娘是这样的，我们就是看你走了好几天了，甚是想念呢。言一瞎话，麻烦尊重一下彼此的智商。这有什么不能直说的？你说，张叔很担心你。他担心我什么？这么老远的地儿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而且这又是一个底细不明的家伙，他不是张叔，他不认识你啊，他就知道你是男的，他是女的，那你们俩一起出去，那他能不担心呢？是。张叔这边呢，我会解释的。你们俩啊，哪儿来的回哪儿去，别在这儿碍事。别啊，小老板娘，我们俩是千里迢迢跑过来，你水都没喝上一口，我就是。哎，来，出来一下，搭把手，买的东西太多了。罗润，哎，郑伯，你们是谁啊？他们是我，他们是木代的朋友，来小山河住几天。正好，哎，今天的羊腿肉不错，我忍不住多买了一些，哎，正发愁吃不完呢。你们来了太好了，人多热闹，哎，都把它吃掉。来，哎，我烤给你们吃啊！哎，师傅，我会弄那羊腿，您给我那种。谢谢。来得好，和您一块儿买菜，在哪儿出吗？来，这边。好嘞，来，郑伯，来，郑伯，吃点烤肉吧。哎呦，辛苦了。你们来了真热闹，是吧？尝一尝。不是这一点活不让我们干。坐着。多好。呵，怎么样？不好吃。真不好吃。郑伯，我来了，你给娉婷送一点。好。郑伯，这个瘦肉多一点。郑伯啊，把餐具都换成纸质的，别让他再碰硬的东西了。好。这差不多了吧？
好吃吗？嗯，那西红柿更棒，我菜色了。哎，13000呢？拉屎去了。哦，多好的羊肉啊，没那命，虚不受补，吃点就算了。哎呀！郑鹏怎么了？哎呀，不，腰，哎呀，我的腰扭着了。哎呀，没事。您要上楼是吧？啊，我扶你。好。哎，小心点。哎呦，谢谢啊！哎呀，其实啊，都怪我。你说我看路也不小心，就把腰给拧了。没事，你有啥叫我就行。好，你替我拿一下啊。我不看。